大家好，这部影片呢是联心力系列的第一集赫普勒定律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联心力。我们从地球绕太阳公转说起，我们的地球沿着我们的轨道运行，我们受到太阳的一个向心力的影响。那向心力的方向是永远指向太阳的中心。那我们的运动方程式可以去把它写下来。接着我们用极坐标来表示，在我们前一个系列有说到，我们的极坐标加速度可以用这个形式来表示，也就是用极坐标的方向来描述我们的加速度。各位可以去参考我的300系列，去知道说这个方程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。因此，我们的各个方向它的力量可以去写下来。这是我们 r 方向的方程式，这是我们 θ 方向方程式。那我们 θ 方向是没有受力的，所以会等于0。接着我们就是要来找我们运行的轨迹，就是去找 r 跟 θ 的关系。接着我们就要另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变换，就是令我们的 r 为 u⁻1这个变数变换，就可以顺利的解出 r 与 θ 的关系。根据这个变数变换呢，我们 r 对时间的微分就是 r dot 会等于负的 u 平方分之1乘上 u dot。那我们将它对角度来微分，也就是写成用角度微分的形式做个电索率就可以到。那我们知道这一项就是 θ dot， 所以把它搬到前面去，写成这个形式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找我们运行的时候它的角动量。我们角动量呢，它的量值为 m r 平方 θ dot， 所以呢，我们的 θ dot 就可以写成 m r 平方分之 l。那我们把 l 跟 m 这些常数在一起，我们的小 l 为 l 除以 m 这个常数。所以呢，我们的 r dot 就可以写成 u 平方分之1 l u 方 u θ， 约掉我们的 u 平方，就可以得到负 l u θ。接着再做一次微分，我们 r 对时间的二阶微分会等于负 l t u d θ。一样，我们写成对角度微分的形式，同样做个链锁率，到了后会等于负 l θ dot u 对 θ 的二阶微分，负 l 平方 u 平方 u θ 二阶微分。那我们的第一式可以写成 m 括号负 l 方 u 方 u 对 θ 的二阶微分减掉 u 分之1方 u 次方会等于我们的应力将 r 做个变数变换变成分之1。那我们做个简化，一项就可以得到 u 对 θ 的跟方程式。那这就是我们的轨道方程式。那我们以万有引力作为例子，就是我们的联心力的形式会等于负的 r 平方分之 k， 做个变数变换可以写成负 k u 平方。那我们的微分方程就可以化简成的形式。接着我们将这个微分方程给解出来，可以得到 u 对 θ 的函数 a 在 θ 减掉 θ0 加上 k 除以 m 方中我们的 θ0 以及 a 就是要去解我们的初始条件来得到。接着我们取一个坐标系，使得我们 θ0 会等于0。那我们的 u 它的解就是 r θ分之1，可以写成 a cos θ再加上 ml 平方分之 k。那我们的 g 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将它写成另外一个形式，就是1加 ml 平方 k 在 θ 分之 ml 方 k。那这个轨迹长什么样子呢？首先我们就来猜想它是一个椭圆的轨迹。那我们要怎么证明呢？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椭圆它的特性。那我们就来把我们的椭圆给画出来。先我们把长轴跟短轴分别给画下来。那我们令椭圆的两个交点在这两个位置，分别为 F 及 F'。接着我们让我们的 F 为我们的观察点，就是太阳的位置。
假设我们的地球位在这个地方，那它的坐标就是 r theta，那另一个焦点它的距离为 r prime，那我们的长轴就是这个地方短轴，其中 A 代表我们的半长轴 ，B 为半短轴。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椭圆中心与焦点的距离为 epsilon 上 A， 其中 epsilon 代表我们的偏心率，再来这个点为 R0， 这个点为 R1， R0 代表的是我们的近日点位置。R1 代表我们远日点的位置。接着我们就来找出 r 跟 theta 的关系。首先我们要来知道椭圆的一个很重要的性质，就是 r 再加上 r prime 会等于一个常数，也就是我们的长轴2倍的半长轴。接着我们用毕氏定理可以得到 r 跟 r prime 的关系。那我们 r prime 它的平方会等于 r sin theta 方加上2 epsilon a 加上 r cos theta 方。接着我们将这一式就是 a 式带回 b 式，可以得到 2a r 方与 r sin theta 方加上2 epsilon a 加 r cos theta 方。做个化简，并找出 r 形式为 a 乘上括号1减偏心率的平方去除以1加 epsilon cos theta。接着我们令 alpha 为 a 括号1减 epsilon 平方，那它是一个常数，所以我们的轨迹方程就可以化简成1加上偏心率上 cos theta 分之 alpha。那我们跟前面的这一式去做个对照，可以得到我们的偏心率的形式就是 a m l 平方除以 k， alpha 会等于 m l 方取 k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求我们的近日点，就是在 theta 等于0的时候的距离为1加上偏心率之 alpha。同样，远日点也可以求出来，就是的 theta 等于180度后，也就是1减偏心率 alpha。那我们偏心率它所代表的含义呢，可以写成，如果它小于1的话，那我们的图形就是一个椭圆的形式。如果是等于0的话，它是一个正圆，就是它的中心并没有偏离。如果它等于1，代表轨迹是一个抛物线；如果它大于1，代表我们的线为一个双曲线的形式。那在下一集，我会用能量解的方式去解决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克普勒问题。谢谢各位。